只看数值，你永远看不到闲云的价值。这期我们从机制的角度把闲云这个角色真正的价值挖出来，然后呢，解决各位的抽卡焦虑。说实话呢，我看了很多相关的攻略，大家都停留在数值上，我觉得这个太浮于表面了。如果你觉得它只是一个下落攻击馆，那就太单纯了。我问一个问题，大家思考一下，下落攻击是单纯的攻击吗？当然不是了，下落攻击其实是一种防御反击，因为下落攻击的完整流程首先要起跳，然后才是攻击。当角色在空中的时候，发现没，它其实是可以规避掉一部分原魔的伤害的，而下落的时候造成伤害，就把原本单纯的防御变成了一种进攻，这是攻守一体的玩法，是不是感受到了什么？其实我们很习惯用过去的经验给新角色的强度下定论，但是我们要清楚地认知到，新角色发挥的环境并不是过去，而是未来。用过去的战斗经验给新角色的强度下定论是刻舟求剑的行为，所以我认为分析一个角色，除了要看过去以外，还要结合过去的经验去推导未来，这才是完整的。那么闲云的设计上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线索，就是如果闲云真的只是玩家口中的下落攻击馆，在未来可能适配某个更厉害的角色，那么他为什么要设计成全员都能打下落攻击呢？他直接开大以后对下落攻击增伤不就完了吗？他为什么一定要多此一举呢？一定要让所有的角色都参与到下落攻击这个玩法里呢？所以这种多一层的设计，它肯定不是平白无故的。当一个角色他开启了全员都能下落攻击的时代，那就意味着所有的角色都新增了一个进攻防御的方式，等于全员多了一个机制。那么你想，角色多了一种机制，原魔难道会坐以待毙吗？显然是不会的嘛。比如说原魔使用大范围地面攻击，角色可以通过跳跃躲避，就像雷神周本的这个圈，有闲云，你的队伍可以选择下落攻击，一边躲开原魔的技能，一边输出；没有闲云就只能跳跃躲避，或者开盾，通过霸体和回血硬扛。那很显然，从机制的角度，闲云是这种环境下的最优解。当然了，后者选择力大专飞也行得通，毕竟原神的难度呢不会硬卡玩家的选择，所以呢，我在抽卡的那期视频中说，闲云的剧本很有可能是抽了的和没抽的玩家都觉得自己赚了，因为没有抽闲云的玩家无非觉得这样的环境对他来说有一定的生存压力，那抽了的玩家无非是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下自己打得会比较舒服嘛。这就是闲云真正的价值，它能够让队伍在特定的环境中保持输出不断档，并且降低队伍的生存压力。另外我所举的这个例子，地面系的高额伤害，你们想一想，是不是十分克制需要保持输出状态去打输出的角色？然后我们还能从闲云的天赋2上限9000点的限制中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就是已知如果要达到这个上限，闲云的攻击力呢就要达到4500点嘛。就算是专武闲云加上8个大攻击的副词条，再加上班尼特呢，其实还有那么一点点差距，那需要玩家的圣遗物再好一些嘛。那么这个9000点的限制，如果说这么极限，难道是专门用来防止那些很干的玩家的吗？肯定不是的。就像原神中有的辅助角色，你比如说夏沃雷，增益天赋是和生命值挂钩的，那么通常会以4万点生命值为最大收益去进行限制，但是这个4万点生命值并不是夏沃雷这个角色需要很费劲才能达到的，所以闲云这个4500点攻击力，它肯定不是为了防一手那些愿意去刷极品圣遗物的玩家，而很有可能是未来每一个闲云努力就能够到的数值。而且我们看同时期上线的佳明，他的基础攻击力已经达到了所有角色的前20，是唯一杀入一堆5星中的4星角色。这种种迹象表明呢，我们即将迎来一个慷慨的攻击力时代。那么如果我们的攻击力变得更强了，原魔是不是也要变得更强？所以我认为未来的战斗呢，无非2种选择，一种呢是继续力大专飞，就是要干圣遗物，要培养角色，然后呢要抽命座去提高自己的配置。另外一种就是角色培养的差不多就行，不需要太干，但是玩家拥有的角色类型很多，可以呢通过策略性的组队，在不同的环境中呢实现舒适流畅的战斗体验。那另外闲云的步天梯，它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大世界赶路技能，因为它在战斗中具有锁敌快速接近原魔的作用，在面对大范围移动的原魔时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些机制的设计还是有一定优越性的，虽然玩家可能不在意，但是我说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打桩我们谁都不怕，但是一旦原魔行动起来，那么谁掉的伤害更多，谁就更头疼。分析到这里，闲云这一股的含金量呢就很清晰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闲云是一张对策卡。但是呢，玩家不一定要抽，因为第一，原神说到底呢，所有战斗都可以力打专飞，无非是舒适度上的差别。第二点就是所有的针对都是一时的，除非它特别硬吧，比如说温迪的巨怪。那么闲云擅长的环境不可能一直存在的，它只会阶段性的出现，让你觉得这些机制呢有优越性，让你觉得抽一个你的体验会更好嘛。第三就是闲云它又不是绝版角色，它还是要复刻的。就正如很多玩家说未来可期未来抽，你等到未来复刻的时候再抽也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纠结抽不抽，无非是在舆论的环境中，它的口碑还不错，你心动了，但这并不是你自发的需求。像我们这种是自发需求的玩家，开卡池的第一时间试都不用试，直接大保底就硬捞了。所以与其纠结，不如等到下一次下定决心了，觉得它真的好用，那么再抽。不然你看网上大家都说好，自己硬抽抽到手发现也就那样子，后悔的还是自己。好的，那么本期对于闲云机制上的一个分析呢，就到这里。我是提瓦特弟弟，我们下期再见。